周一，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一项对乌克兰的民主防御租借法案。该法案将大大简化美国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以及其他必要资源的程序，将加快向乌克兰转让武器、军事装备、药品、食品等。乌克兰将在日后向美国支付租借费用。因为之前美国每次对乌克兰输送武器都要经过复杂的程序，那么现在在美国看来，这不足以满足现在俄乌战局中乌克兰的这样一个需求，所以他现在赶快的这个通过了租借法案为的就是能够对乌克兰提供更大的支持，那么争取让乌克兰能够打败俄罗斯。值得注意的是，这是美国历史上第2次启用租借法令。1941年，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了向英、法、苏、中等反法西斯盟友施行的租借法令，给这些国家输送了实值超过500亿美元的军用物资。他这个重新推出这个租借法案，也有污名化俄罗斯这样的考虑，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租借法案是2战中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法案那么当时是用来对付这个纳粹德国的。那么现在俄罗斯美国重新来推出这个租借法案，显然有让世界包括这个他的盟友来有一些联想的考虑。那么他是试图在团结所谓这个西方世界、西方的盟友来一起针对俄罗斯。有分析指，美方此时希望复刻2战时期，是想进一步将俄罗斯与纳粹画上等号，更是意图抹去俄罗斯在2战以来所付出的所有牺牲和努力，将俄罗斯推向世界的对立面，并让美国等援乌阵营披上正义的外衣。不仅如此，美国更是期待通过这一法案再大赚一笔。1941年租借法案生效后，美国不仅赚了军火钱，更是凭借超强军事力量树立了自己的世界军事、政治和经济霸权。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就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华盛顿的动机非常明确，军事援助租借法案将使美国国防企业的利润增加数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则对此提醒称，苏联2战期间通过租借法令产生的债务，俄罗斯直到2006年才清偿完毕。乌克兰今后至少30年会背上沉重的债务包袱。美国在继续为俄乌战争火上浇油，高官访乌，加码军援。那么，您认为俄罗斯将怎样回击美国？美俄关系还会继续恶化吗？美国不断翻新支持乌克兰的花样，既有继续鼓励乌军作战的意思，也有打压俄罗斯、危及北约这个国家的团结的意思。那么还有呢，发军火财的意思。高官访问乌克兰，包括美国第1夫人访乌，总统签署法令简化这个援助乌克兰手续，不断增加对乌军事援助的数额是相互关联的。你比如说呀，美国呢要增加对乌军的这个武器装备，那么对乌军援中的相当一部分钱呢，就转到了这个美国军火商的口袋里了。制造标枪的反坦克导弹的军工巨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呢，就是这次战争的获益者。标枪导弹的产量呢，据说已经翻了一番。要加快军援计划获得国会批准，那么总统呢就签署法案来加速度。所有这些动作呢，都是旨在打压俄罗斯。美欧呢对俄经济制裁也在加码，试图呢让俄罗斯的经济瘫痪，进一步的败坏了这个美俄的关系。而对于俄罗斯来说呢，除了在战场上惠及美国以外，凭借其能源，特别是天然气的难以替代性，从欧洲国家手里面赚钱，加上呢要求用卢布支付能源款，那么俄罗斯的金融体系呢也没有遭到太大的打击。可以说呢，俄罗斯在这个武装战、经济战、外交战、舆论战4个战场上都在与美国僵持。而最主要的一点呢，就是这个美国呢企图让俄罗斯内部发生混乱，但是结果呢是事与愿违。西方的制裁和打压倒是呢让俄罗斯的内部更加团结。我们呢还应当看到，美俄在这个激烈的较量，但外交关系呢仍然在，没有断交。要是美俄断交呢，这个美俄关系呢就触底了，新冷战呢也就开幕了。美俄断交这个话题在开战前和战争中经常提及，但双方呢都保持了一丝理性，说明俄美关系呢还有转换的余地，只是现在呢还看不到改善的任何迹象。我估计在俄军完全攻克亚速钢铁厂，今年冬天来临让欧洲国家对俄能源进口出现较大的分歧。还有呢，就是11月美国中期选举等几个时间点上，可以观察呢美俄关系这个变化的迹象。好的，谢谢陈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